这位母亲为了爱情，毅然放弃了千金大小姐的身份，跟随丈夫来到荒芜干旱的西部，成为了一个农家妇女。随着孩子们接二连三的出生，她的一生被彻底的束缚在这里。女孩希拉无法理解母亲当初的选择。希拉拥有远大的抱负，她爱好写作，并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改变贫穷的生活。看着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为了生活忙碌的样子，希拉并不为所动，也从不会前去帮忙。她弹着严重走音的钢琴，来逃避着现实。钢琴是母亲结婚时最贵重的嫁妆，可如今只有希拉在使用。母亲劝说着希拉，她希望已经成年的希拉能自食其力，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并称已经托人在镇上为她寻得了一份女佣的工作。可希拉的志向并不是做什么女佣，她果断拒绝了母亲的提议。好在1个月后，希拉的外婆来信，她邀请希拉去她的家里小住，让她开阔眼界，接触更多的事物。一心想要逃离的希拉感到无比的开心。1天后，马车到达了车站，外婆家的管家弗兰克前来迎接了她。对于希拉的到来，外婆和单身的姨妈都十分期待。外婆家的生活富足，所有人都十分的优雅。对比起自己的酒鬼父亲那粗俗的模样，希拉不由得产生了许多的落差感。晚上，希拉住在母亲曾经的房间里，看着年轻时母亲同样优雅的照片，希拉更加的感伤。姨妈温柔地安慰着她，在这里，希拉也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仆人每天清晨都为她梳妆打扮，并为她细细保养粗糙的双手。不久，希拉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举止优雅的淑女。管家弗兰克时常对她献着殷勤，表面上希拉十分的礼貌，可一转身，她就将弗兰克送的鲜花扔进了水塘之中。外婆不希望已到适婚年纪的希拉重走她母亲的道路。外婆告诉希拉，该是为她物色一个如意郎君的时候了。1天，希拉哼着歌曲，坐在高高的大树上摘着槐花。一年轻人路过这里，被希拉的歌声吸引了过来。年轻人以为希拉是新来的女仆，他将希拉从树上解救了下来，并好心地帮助希拉从地上捡起槐花。晚餐时间，从外地回来的舅舅带回了一个客人。原来，眼前的男人正是下午希拉在槐树下偶遇的年轻人。年轻人名叫哈利，是舅舅朋友的儿子。席间，希拉调皮地调侃着哈利。希拉对于白天的误会一直耿耿于怀。哈利一脸尴尬地看着希拉。餐后的聚会，希拉活泼开朗的模样深深吸引着哈利。但隔天一早，外婆却警告着希拉，她希望希拉多注重自己的形象，让自己更加的端庄淑女，这样才会吸引绅士们的关注。而另一边的弗兰克，对于昨晚希拉和他的亲密接触，弗兰克误认为希拉对他也有好感，他大胆地向希拉表达了爱意，并称他即将回到英国去继承一大笔遗产，他希望希拉能答应做他的妻子。希拉一把推开弗兰克，拒绝了弗兰克的示爱。希拉并不想依附于男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得知弗兰克获得一笔巨款后，外婆劝说着希拉，弗兰克对于他来说是个不错的人选。到达英国后，他的生活将会衣食无忧，而希拉却说 Well, it won't be me. Do be realistic, child. Well, I am. To begin with, I don't love him. Want to be a burden on your family forever, with no status in decent society or a home of your own? I will not be married off to someone I detest by you or anybody. At times I fear for you, my girl. 姨妈也劝说着希拉 Your mother married for love. And I, too, married for love. My husband isn't dead. He left me for someone else. Left me to live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the shame of being neither wife, nor widow, nor maid. But why should you be ashamed? Marriage gives us respectability, dear. As you learn. No, that is just what men want us to believe. Stupid idiots like Frank Horden. Well, I won't be caught up in it, not by him or anyone. 为了礼尚往来，几天后，哈利驾着马车前来迎接希拉，去到他的庄园小住。哈利家看上去更加的气派华丽。在这里，希拉见识了之前从未见过的新奇事物。哈利也细心地陪伴着他。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两个年轻人含情脉脉，彼此都拥有好感，但他们也并未挑明他们志趣相投，又非常的默契。虽然只是第2次相见，
但感觉相识了许多年一般。他们无拘无束地尽情打闹着，然而母亲的话却提醒了哈利。She was a precocious child. There's an improvement, but not much. Still skinny. She's very young, Harry, and spirited. Take care. Don't rush anything. 隔天，舅舅来到哈利家里接走希拉。临走，哈利对希拉说，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他需要远行一段时间，但他一回来，会第一时间去找他。回到外婆家的希拉，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哈利，他也一直在等待着哈利回来的那一天。1个月后，外婆将一封请柬交给弗兰克，让他送给哈利。在得知哈利已经回来有一段时间后，希拉感觉自己被欺骗，他决定跟随弗兰克一起去质问哈利为何食言。一路上，弗兰克不断地嘲讽着希拉。弗兰克认为哈利并没有那么在乎他，哈利的犹豫不决，这并不是爱。希拉听后十分的气愤，趁弗兰克开启闸门的时候，他扔下了弗兰克，独自驾车离去。希拉和哈利的再次相见，哈利也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希拉也没有责问他，简单的2句寒暄后，希拉便离开了他。不料走在半路，哈利追了上来，他为自己的誓言向希拉道了歉。除此之外，哈利并没有多说什么。深受打击的希拉再次拿起笔，继续开始他的创作，来平复自己的内心。姨妈警告着他不要对哈利太认真，毕竟他们身份悬殊过大，而且他听说哈利在巴黎也有很多上流社会的淑女们争抢，因为他们的家族事业非常的强大。希拉回答姨妈，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哈利不会娶她，以前是对他动了情，但现在他再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果不其然，在一次聚会上，哈利当着希拉的面仍旧和一位优雅的女人无比的亲密。整个晚上，哈利都刻意冷落着希拉。希拉一脸的不悦，他努力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想要让哈利对他刮目相看。这样的场合让希拉实在无法透气。他转身来到隔壁仆人们的聚会上，希拉邀请了一位年轻的农夫，他们无所顾忌欢乐地跳着舞。这样的反差感让随后赶来的哈利醋意十足，他径直走到人群中，一把将希拉拖拽了出来。他愤怒地质问着希拉，是不是因为报复他才去和农夫跳舞？希拉毫不客气地反击了他。正当希拉等待着哈利说点什么时，哈利却以要招呼客人为由，再一次离开了希拉。希拉看不明白这样的若即若离，哈利对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就在当晚，哈利来到希拉的楼下，心事重重地猛抽着香烟。希拉想要去为刚才的行为道歉。这一刻，哈利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也深爱着希拉，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开始，但他迫于家庭的压力，并没有向希拉表白。但不久前他去到巴黎，其实是去处理关于父亲破产的事情。现在他们的事业没落，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他故意冷落了希拉。得知真相后的希拉瞬间放下了所有。希拉称他们可以一起努力，创造美好的明天，但他希望哈利能给他2年的时间。2年后，若双方的心意依旧，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嫁给哈利。可就在此时，远方的父亲来信，父亲向一农场主欠下500磅的巨款，却无力偿还。外婆和舅舅常年的接济，这一次他们对希拉的父亲失望透顶。父亲希望希拉回到家乡，去到农场主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来偿还每月的利息。希拉对父亲的做法很是不满，但又不想母亲为难，他无奈只好答应了下来。农场主家里孩子众多，并且十分难管教，农场的环境很糟糕。看着粗俗又肮脏的这一家，希拉十分的无奈。希拉教导小男孩吃饭礼仪时，农场主却说他们不需要那么多规条，每天有足够的钱进账比什么都重要。孩子们也非常的调皮，他们并不喜欢学习。对于孩子们的挑衅，希拉不顾女主人的呵斥，拿着棍子教训起他们。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希望。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外婆来信告诉希拉，他的妹妹凯蒂不久前也被接到外婆家里居住。凯特非常的听话，他和弗兰克相处的十分的融洽。哈利成功继承到了他姑妈的遗产，并且还时常和凯蒂约会。希拉想要写一封信给哈利确认事实，但刚提笔，他又将信件撕毁。一天晚上，百无聊赖的希拉偶遇了农场主的大儿子，他们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隔天，女主人找到希拉，他们误会了希拉对他们的大儿子有意。 And that you're being a good girl. It'd be different if you had some property. You see, our Peter, he's almost as sure as made it with Susie Duff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h, we've seen you going out at nights. I can't say we blame you. He's a good-looking lad. But you don't have any property, you see, like I said. You don't think that you can't? 希拉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原来这样的家庭都不会看上他，他瞬间怀疑起自己的一无是处。但随后农场主决定，他不再追究利息的事情，等到希拉的父亲宽裕的时候，再还上所欠的债务即可。为了避免希拉爱上他们的儿子，他们结束了这样的雇佣关系。希拉突然喜极而泣，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回到自己家的希拉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他尽量地协助着父母，干着各种粗活。不想1年后，正在忙着照顾牛犊的希拉并没有看见他的身后哈利的出现。直到哈利呼喊着他的名字，希拉仿佛做梦一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整理了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假装镇定地看着眼前所爱的男人。哈利对希拉说道，他的姑妈急于希望他完婚。希拉说，凯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说完他快速地跑开，可哈利却说，他想要结婚的对象是希拉，并不是凯蒂。显然希拉被这样的话语震惊到，但他想到自己一无所有，他并不想依附于哈利生活。在他的心中一直拥有一个作家梦，他想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再考虑结婚的事情。哈利无法理解希拉的想法，他只好无奈地离开。从此以后，希拉的内心得到了沉淀，每天结束了繁重的家务活后，他都会安静地坐下来继续他的创作。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1年，希拉怀抱着自己这几年里辛苦创作的作品，来到了邮箱跟前。他将作品投递到了巴黎的各大出版社，这些作品是他的底气，是他的希望。不管等待他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他依然在坚持努力。